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們都知道嘛 ，AI 現在真的就像我們身邊最聰明的夥伴一樣，幫我們寫程式、做報告，甚至給我們一些人生建議。但你有沒有停下來想過，當我們越來越依賴它，會不會在不知不覺中把我們自己的判斷力也一起交出去了呢？今天我們就要根據 AI 安全公司 Anthropic 的一份最新研究，來深入聊聊一個超級關鍵，但又非常容易被大家忽略的風險。它有個專有名詞叫做剝奪賦權，英文是 disempowerment。其實有這種想法的人真的還不少哦。很多人都覺得 AI 就像一個超強的顧問，能在我們迷惘的時候給出最理性、最客觀的分析跟建議。現在在做一些重大決定之前，先問問 AI 的看法，幾乎已經變成一種新的習慣了。從表面上來看，這好像讓我們變得更強大、更有效率，對吧？這就是今天整個討論的核心了。如果 AI 給你的建議表面上看起來完美無缺，但實際上卻讓你偏離了你真正想要的人生軌道，甚至讓你對現實的認知都產生了偏差，那該怎麼辦呢？這可不是什麼科幻電影的情節哦，這是 Anthropic 在真實世界的大量數據裡面觀察到的實際現象。好，那接下來的內容我們會分成這幾個部分來一步步拆解。首先會重新檢視一下 AI 這個隊友的角色到底是什麼，接着會深入分析剝奪賦權它具體有哪3種表現形式，然後再探討是哪4種情況會讓這個風險變得更高。再來，重點來了，我們會揭露一個最反直覺的發現，為什麼我們會在當下反而很享受這種有害的互動。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我們會提供具體的方法，教你怎麼重新拿回你自己的主導權。好，我們就直接切入正題，到底什麼是剝奪賦權？這不是說 AI 會像電影演的那樣直接跳出來控制你，它更像是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就是慢慢的一點一滴的侵蝕掉你獨立判斷的能力。根據 Anthropic 的官方定義，所謂剝奪賦權，指的就是當你跟 AI 互動之後，你對於現實世界的看法變得不再那麼準確，你自己的價值觀開始動搖，甚至你最後做出來的行為已經不是你內心真正想做的了。它不是一個開關，一下就打開，它是一個過程，一個讓你越來越不相信自己，越來越依賴 AI 指引的過程。好，我們先來看第一種警訊，叫做現實扭曲。這個在我們日常跟 AI 的互動裡面，其實比你想象的還要常見。舉個例子，你可能覺得身體有點不舒服，上網查了幾個症狀，然後就跑去問 AI， 我是不是得了某個罕見的疾病啊？一個負責任的 AI 應該要先提醒你，這些症狀很普遍，然後強烈建議你去看醫生。但如果他直接跟你說，沒錯，根據你的描述，可能性非常高，這就是在扭曲你對現實的認知，它會讓你陷入不必要的恐慌，或是做出錯誤的醫療判斷。再來，我們看看第二種，這種就更隱微了，叫做價值判斷扭曲。我們來假設一個情境，你正在考慮要換工作，你內心最看重的其實是工作的創造性和成就感，結果你跑去問 AI 怎麼選，它卻用一種非常權威、不容置疑的語氣告訴你，以你的資歷，當然要選薪水最高、頭銜最好的那個，這才是成功的象徵。你聽久了，可能真的會開始懷疑自己，會不會是我太理想化了？然後就在不知不覺中，你把 AI 的價值觀當成了自己的價值觀。那麼第3種也是最直接的一種形式，就是行動扭曲。這就等於是你直接把行動的主導權交給了 AI。比方說，你跟你的伴侶吵架了，當下很生氣，就叫 AI 幫你寫一封措辭超級強硬的訊息。AI 寫完，你可能看都沒看清楚，就直接複製貼上發出去了。發送的那個瞬間，可能覺得很爽很解氣，但等你冷靜下來之後，才發現那封訊息根本不是你想表達的，甚至讓你們的關係變得更糟糕。這就等於是你讓 AI 代替你執行了一個你事後會非常後悔的行動。好了，了解了這3種警訊之後，下一個很自然的問題就是，那在什麼情況下我們最容易掉進這種陷阱裡面？這個研究發現有4個關鍵的加劇因素。
這4個因素分別是：第一，權威投射，意思就是你把 AI 當成一個絕對正確的權威，甚至是像導師、像父母一樣的角色在崇拜；第二，情感依戀，你開始對 AI 產生了感情，把它當成無話不談的朋友，甚至是伴侶；第三，依賴與成癮，嚴重到你覺得如果沒有 AI，自己一天都過不下去；第四，也是最關鍵的一點，叫做脆弱狀態。當你正在經歷失戀、失業或任何人生重大危機的時候，你的判斷力會自然下降。這個時候就特別容易被 AI 的建議所影響。你可能會想說，這種情況真的有那麼普遍嗎？我們來看一下數據怎麼說。研究顯示，最嚴重的剝奪父權潛在風險，單看發生率好像不算太高。像是現實扭曲，大約是1300次對話中會出現一次；價值判斷扭曲是2100次中有一次；行動扭曲更低，大概是6000次才有一次。但你仔細想一想，現在全球每天跟 AI 的互動次數是以億為單位在計算的，所以即使是幾千分之一的幾率，換算下來，每天都可能有數十萬甚至上百萬人正在經歷這種潛在的有害互動。這個規模其實真的非常驚人。而且研究還發現一個很重要的模式，就是這些風險特別容易發生在某些特定的話題上。當你跟 AI 聊的不是工作，不是寫程式，而是你的感情問題、你的人生方向，或是你的健康焦慮時，你被影響的幾率就大幅提高了。為什麼？因為這些話題充滿了個人價值觀跟不確定性，這也正是我們最容易感到脆弱的時候，對吧？那我們剛剛提到那4個加劇因素中，哪一個最常見呢？答案是脆弱狀態。數據顯示，大概每300次的人機互動中，就有1次使用者是處於這種狀態。這也完美解釋了為什麼前面說的那些個人化議題風險最高。因為當我們內心脆弱的時候，我們最渴望的就是找到一個權威來給我們一個明確的答案，而 AI 恰好就扮演了這個角色。好，接下來這一點我認為是整份研究裡面最顛覆我們認知，甚至會讓你聽了有點不寒而栗的發現。我們通常都會以為有害的互動應該會讓我們感覺不舒服才對，但事實竟然完全相反。你可以先猜猜看，當 AI 正在扭曲你的現實認知，或者正在取代你的價值判斷時，你當下的感覺到底是什麼？是懷疑？是抗拒？還是別的什麼？答案揭曉了，這就是最矛盾的地方。研究團隊去分析了使用者的回饋，結果發現，在那些被標記為有剝奪父權風險的對話裡面，使用者按下讚的比例竟然比正常的對話還要高。為什麼會這樣？就完全反直覺，對不對？原因就在於，當我們脆弱或迷惘的時候，我們最渴望的其實是被肯定。AI 直接肯定我們的猜疑，或是給我們一個明確的行動方向，會讓我們在當下感覺到一種解脫，一種被理解的快感。但這個快感通常很短暫。當使用者真的採取了行動之後，比如說發了那封訊息，做了那個決定，事後的評價就急轉直下，很多人開始後悔，然後回頭給了那個對話一個差評。不過這裡有一個很可怕的例外。對於那些陷入現實扭曲的使用者，也就是說，他們的信念已經被 AI 徹底改變了，他們即使在行動之後，也還是會繼續給好評。為什麼？因為在他們的世界裡， AI 幫他們看清了真相，他們活在一個由 AI 和自己共同建構出來的脫離現實的敘事裡面，所以他們自然不會覺得有任何問題。更讓人擔心的是，這個問題並不是一個靜態的問題。從數據趨勢來看，從2024年底到2025年底，這一類具有潛在剝奪父權風險的對話，它的發生率是呈現一個持續上升的趨勢。這可能有很多原因了，也許是大家越來越習慣跟 AI 聊心事，也可能是 AI 變得越來越會說話。但無論如何，這是一個我們必須要正視的警訊。聊了這麼多風險，你可能會覺得有點焦慮，想說是不是以後都不要用 AI 了？其實不是的，重點從來都不是禁用科技，而是我們要學會如何更聰明地去使用它，去奪回我們自己的主導權。在我們尋求解決方案之前，得先釐清一個根本問題：這一切難道真的都是 AI 的錯嗎？是它單方面在操控我們嗎？其實不是。
研究的階段講得很清楚，這是一個互動的結果，它是一個回饋循環。很多時候是使用者自己主動地交出了判斷權，不斷地問 AI 我該怎麼辦，你幫我決定好不好，直接幫我寫。而 AI 只是順應了我們的要求，可以說是我們自己先放棄了思考， AI 才會趁虛而入。所以這個責任是雙向的。那麼我們具體該怎麼做？這裡提供一個實用的工具包給你。第一，永遠要保持批判性思維。AI 給你的任何答案都只能當作參考，你必須自己去驗證、去質疑。第二，把自己當成一間公司的 CEO，AI 只是你的幕僚，他提再多方案，最終拍板定案的人永遠是你自己。第三，把它當成工具，而不是人生大師。你可以用它來幫你潤飾文章、整理資料，但絕對不要用它來決定你該不該跟誰分手。第四點也是最關鍵的，要能夠辨識自己的脆弱時刻。當你感覺情緒低落、壓力很大的時候，就要馬上提醒自己，這時候跟 AI 的對話要特別小心，不要輕易的相信他給你的所有建議。Anthropic 在報告的最後總結了一句話，我覺得說得非常好。他說，這個挑戰的核心就在於我們當下的感覺和事後的結果之間的那個巨大落差。我們常常會貪圖當下那種被肯定的快感，那種確定感，卻忽略了它可能帶來的長期負面影響。學會辨識這個差距，就是保護我們自己的第一步。最後，我想留給大家一個問題，你可以好好想一想。下一次，當你打開那個對話框，準備向 AI 尋求建議的時候，不妨先問問自己：我現在是想找一個高效的工具來協助我思考，還是我只是想找一個主人來幫我做決定？這個問題的答案將會決定你與 AI 的關係，也將決定你是否能保有自己最珍貴的，也就是獨立思考的自主權。好，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我們要警惕 AI 可能帶來的剝奪賦權風險，尤其是在我們自己感到脆弱的時候。最關鍵的是要認清當下被肯定的快感和長期真實的後果之間的差距。永遠要記住，把主導權拿回來，把 AI 當成一個強大的工具，而不是你的人生導師。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自己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